这个是彩云飞凤，瑞气吉祥，龙飞凤舞，还有锦绣红鸾。来，快尝尝吧。好。有女儿在果真不一样。母后这几日心烦没有胃口，公主一来现时就精神多了。平常哀家就爱吃这些，你知哀家心意啊。母后，我当然知道母后心意了，但这些菜式是子夫想出来的。也不全是臣妾的意思，很多是意涵提出的花样。是啊，母后，意涵她为了增加母亲的食欲，花了不少功夫呢。你看，这个多有趣！这是什么名堂？这个呢，叫做五谷丰登。这不同颜色的食材都有助开胃促食。来，尝尝吧。果然合哀家的胃口。果然开胃。这就好了。魏夫人为讨母后欢心，想尽了办法，还找来了平阳公主，这样母后心宽安康，皆大欢喜，那就最好了。妃妾服侍母后理所当然，做女儿的也想母亲吃得开心。意涵一大清早就开始弄了，母后，再多尝一点吧。你献进宫的那些人里，就这个厨子不惹人生气。皇太后要是喜欢，可以召意涵随时来长乐宫做菜。哀家怎么敢用你的人？母后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这宫里谁的人你不能用啊？况且多用一些人，让母后显显威风也好嘛。那要不叫他给丞相做菜，好让舅父也换换胃口。姐姐，你知道，母后之所以胃口不好，皆因段宏设台路计吓到舅父，之后就久病不起了。皇上既已下旨，接舅父入宫休养，相信有御医的悉心诊治，很快就可以痊愈的。唉，只怕有些病啊，连御医都束手无策，真是被这些人害死了。生前就捏造证据污蔑舅父，死后还阴魂不散似的拼命纠缠，害得舅父整天魂不守舍呢。哀家吃不下了。弟弟这个样子，哀家还能吃得下吗？哀家心不宁啊。母后，无愧天地。求在天之灵，奸佞谄媚者，血债血偿，其上瞒下者，食不甘味，下场悲惨。这是为继母死前的亲书，用来盖世的义亲，必遭天谴。皇太后驾到！太
见皇太后。弟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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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不让御医看看你的病啊？弟弟，弟弟。姐姐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没病，你来了我就放心了。姐姐不懂医术啊，弟弟，你应该让御医看看你的病啊。御医没用啊，得靠你。姐姐，怎么办呢？只有你才能镇住他们。姐姐，你别走啊，别走啊！难道你真的被恶鬼缠身了吗？你别说，他们会听到的。他们来了，来了！他们来了！弟弟，你救不了！快传太医令！诺，快！弟弟，弟弟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有姐姐在的一天，绝对不会让你有事。一如当年姐姐在后宫失忆的时候，你守护着姐姐，为姐姐奔波一样啊！他们好厉害，生前行军打仗，大杀四方，死了为鬼为欲，绝非等闲之辈呀！他们来抓我了，他们来抓我了！弟弟，你不要吓我呀，弟弟！他们绝对不敢动你的，他们绝对不敢动你的。没用的，姐姐，没用的，你保不住我了。那段狐法术真的很厉害，他招风唤雨，狐神唤鬼，我真的是斗不过他呀。没事的，他只是区区仆夜，姐姐才是皇太后。有姐在，没事的。弟弟，弟弟，弟弟，姐姐，这辈子有你做我姐姐，足够了。弟弟，弟弟，弟弟。丞相既是陛下舅父，葬仪一切一定要风光。臣妾已经安排有司去办理，葬地也已经选好，墓室的形制按照丞相府原状，随葬的金器、玉器、青铜器，臣妾都已经安排妥当，就等陛下择吉日送葬。母后可好？母后心中郁结，还想静养。母后已闭关3日，足不出户，不肯见人。皇后与其安排丞相丧事，倒不如去安抚母后，看她是否安好。皇太后驾到！参见皇太后。参见皇太后。参见母后。参见母后。儿臣担心母后。母后，哀家今日来，是找他。哀家的心情，众妃之中，属你最明白了。当年你弟弟卫青宫外出事，你身怀龙胎都要护着他。如今，哀家的弟弟遇害身亡，你说，哀家该如何为弟弟抱不平？这里有2498块玉，你帮哀家数数齐不齐整，给哀家做个见证。母后，这是玉匣用的玉，怎么带来这种丧葬裹尸之物呢？这是哀家为自己这将死之人准备的。哀家的弟弟田汾于宫外被段宏所设的路计惊吓至病倒，无端枉死。哀家今日
誓死要为弟弟讨回公道。母后请息怒。皇太后息怒。段宏不死，今日这玉匣就是为哀家而设。母后息怒，此事哀家倒要看看哀家10月怀胎的孝子，今天是要维护一个姬妾的朋党，还是要存孝义，赐死一个恐吓丞相、十恶不赦的罪臣段宏？一句话，今日不是他死，便是我亡。儿臣当然希望母后福寿安康，也知道孝义所在。生，视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若母后执意要以死要挟儿臣，滥杀忠臣，儿臣只有为母后行葬祭之礼，以答谢此恩。你，母后，母后，走开！皇太后，皇太后息怒。不孝子！母后，请听儿臣说。哀家不听。孝有忠孝和愚孝。从前孔子的学生曾参，因种瓜伤及根苗，任由父亲杖打责罚，险些丧命。激让其父背上杀人之罪，抑恶之名。事后孔子斥曾参是愚孝而非忠孝。狡辩！母后生我育我，儿臣时刻恐怕孝敬不周，又怎会忍心让母后背上胁迫天子、干扰朝政的恶名？若儿臣遵从母后之命，以赵隐亡魂吓唬丞相为由，致朝臣死罪，确实能偿母后一时之愧。可失诸礼具，必受天下人讪笑，儿臣也得担上愚孝之名。儿臣实难从命。况且儿臣绝不相信什么鬼神索命之说，陆祭之事，天天有之。若舅父光明磊落，又怎会偶然遇上就吓破胆，甚至一命呜呼？你怎么可以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自己的亲舅父？舅父那些罔顾皇法的恶行，难道全是诽谤之词？母后爱弟亲切，或许相信，可作为一国之君，儿臣心中有数。母后若纠缠下去，朝中必有不平而鸣者，将舅父行恶遭天谴一事传扬出去，挖出舅父更多罪行，这不是更有损舅父名声吗？这也非母后所愿吧？恳请母后三思，收回成命，不要让儿臣陷于两难。启禀陛下，可否让臣妾说几句话？说吧。皇太后刚才提起臣妾弟弟当年被抓一事，臣妾回想起来，也甚觉惭愧。当年臣妾愚昧，为了弟弟的失踪鲁莽行事，几乎铸成大错，险些滑胎，伤及腹中骨肉。如今，只
只要为长公主身体抱恙，臣妾就愧疚当日所为，也许疑惑胎儿。皇太后与丞相姐弟情深，但是皇太后与皇上骨肉相连，母子同心。相信皇太后也不忍皇上受群臣非议，陷于两难，求皇太后英明决断。母后这百年归老之物，今天送到儿臣这里，正好让儿臣赵巧公拿去精雕细琢，每片玉片都要雕上凤鸾祥寿，才能配得上母后的慈恩义德。母后凤体金躯，必定长命百岁，儿臣便有充裕的时日，可以慢雕细琢，以此回报母后的深恩。就这样办。母后，此事就交给我来办吧。这些金缕玉衣，臣妾会拿到东园重新修整，一定会尽善尽美。好，此事就交由皇后办理。诺。陛下为臣，不惜冒犯皇太后，臣粉身碎骨也难以回报。起来吧，朕已经失去了窦婴和冠夫，怎能再是一个推心置腹的忠臣？谢陛下。这事已经过去，不必再提了。只是跟田汾勾结、图谋造反的党羽一日未查出，始终是大汉的祸患。敢图谋帝位之人，必位高权重。若田汾与之勾结，就肯定是在他未当丞相之前。田汾究竟有何利用价值？这人虽位高，却应该无法自由出入禁锢，所以才要借助田汾国舅的身份，方便行事。臣定会循着这个方向入手追查，并且会在田汾的好友当中一一查询，不将同谋者正法，绝不罢休。有你这话，朕就放心了。只是切记，机密行事，不得外扬。臣明白，臣一定会小心。有臣如断红，朕何事阻虑？有君如陛下，臣死而无悔。启禀魏夫人，皇太后还没起来，或者，请魏夫人先回去。不用了，我在这里等就好了。皇后驾到，窦太主驾到。参见皇后，参见窦太主。起来吧，妹妹也来向皇太后请安啊。是，只是皇太后尚未起来。是吗？翠儿，快进去通传，说皇后来请安了。诺。魏夫人，你最近勤来请安，是因为皇上最近常宿交房殿吧？但是刻意奉承，未必博得皇太后在皇上面前为你美言呢。臣妾向来按例请安，近闻皇太后生病，更常多来探望，并无刻意讨好之意，请窦太主明鉴。哦，那应该是我说错了。魏夫人当然不用刻意，只是举手投足已经是敬长辈、爱国君、识大体的贤惠嫔妃，那种真意淑德、挥耍自如，可是装得颇到家呀。母亲，
怎么能这样讲？魏夫人确实是贤惠入骨，母亲怎么能说她是装的呢？正因为魏夫人这贤良之德，才可以从一个歌姬攀上夫人之位，又得天佑，生出3个女儿。所以嘛，我这个皇后也得向妹妹学习，当一个贤惠的妻子。禀皇后，皇太后刚刚醒来，请内进。娇儿，你看，不是说皇太后正在歇息吗？你来请安就立刻召见。皇太后原来是不想见某些人。那母亲，我们进去吧。魏夫人，看你平时很聪明，怎么突然间不懂情理了？皇太后分明就是不想见你，你偏要进去惹她生气吗？我身为6宫之首，本来也应该帮你，可是总不能让皇太后在病中再受刺激吧。不过，本皇后不介意带你向皇太后请安。魏夫人，还是先回去吧。皇后，臣妾做了些补汤献给皇太后，请皇后代为送上。魏夫人还是自己用吧。皇太后就是因为怒你才不想见你，你让本皇后拿你的东西进去，那万一再触怒了她，你我可都担当不起。皇后窦太主到。皇太后金安。免礼了。母后身体欠佳，臣妾特意备了鸡汤，让母后提神养身。娇儿真是孝顺，别人就没有你这份心了。妹妹呀，这鸡汤是娇儿早上亲自给你熬的，妹妹趁热喝啊。是娇儿亲手做的，哀家当然要尝一尝。若真能提神，就更好了。哎呀，哀家如今是整天困累，药食不灵。太医令开了几副药，都没什么起色。哎呀，这可非同小可呀！妹妹，你睡中可有梦啊？何止有，还噩梦连连呢。一时梦见弟弟，一时又梦见太皇太后。他责问哀家，为何要纵容弟弟杀害那个姓窦的？窦婴脚趾，是他咎由自取，与哀家何干呢？弟弟过世前几天，他也是噩梦连连。难道母后福寿绵长，想必只是伤心过度而已。不多虑就好了。就是，想是太医令的药并未对症，所以才令妹妹久病不愈。幸好我们娇儿孝顺，历经千辛万苦，已经为妹妹寻得良医了。哦，臣妾一直为母后搜寻良方妙药，今日还遇上一位义士。他不但神通超拔，而且医术更胜扁鹊，在河西一带被誉为神医。听说有起死回生之术，母后可要试一试。世间竟有此等高人，到底是谁？此人名叫楚服。楚服。
皇太后福印，灵丹妙药在此，必能药到病除。母后，你这2天才喝了2副药，气色已见好转呢。相信妹妹的病很快就会康复。起初娇儿推荐的时候，还半信半疑。唉，现在虽未完全康复，但身心舒畅多了。都坐吧。楚服，你果然名不虚传呐。谢皇太后赞赏。不过小女子不敢独占功劳。哦，难道还有比你更厉害的高人？是田丞相在天之灵护佑皇太后。弟弟，丞相素来积德，已归仙道，如今福泽后宫，皇太后才会迅速康复。原来是弟弟，他在保哀家，可哀家却保不了他。母后救父成仙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啊，为何难过呢？娇儿说的是，他能成仙就好了。哀家心结能解，全因你孝心推荐。哀家要重重赏你。既然是孝心，又何须原赏？母后要赏，就赏楚服吧，是他法术了得，才让母后解除烦忧。这是当然，就赏楚服黄金100锭。谢皇太后赏赐。起来吧，以后你就留在哀家身边，替哀家医病保养身子。楚服只怕不能胜任，求皇太后收回成命。为何不愿意呢？你有什么要求，就说吧。小女子并无要求，只是药到可以病除，灾星却棘手，楚服难有把握保皇太后周全。灾星？宫里怎么会有灾星啊？是谁啊？天机不可泄露啊！哀家命你说。可是泄露天机是要折福折寿的，这关系到汉室安宁。况且皇太后对你信赖赏识，你理应报答呀。那小女子只有冒折寿之险说出来。此灾星虽出自王侯富贵家，却凭声色技艺攀龙附凤，独占圣宠，因命带刚煞，近者遭殃。正是一朝白玉夺，后宫苦伶仃。什么一朝白玉夺？这只是小女子祭天求神时感应而来的话，其实也不知道什么白玉。放心，你的白玉喜寿乃皇后专有，谁也夺不走的。说，这扰乱后宫的灾星究竟是谁？凭着声色技艺，攀龙附凤，独占圣宠，难道是他？母亲，别乱说。说又如何？谁猜不出来？除了魏夫人，还能有谁？母后，魏夫人向来心善仁慈，对母后恭敬，
他的一言一行在后宫之中尽是典范，怎么会夺白玉，又克母后呢？皇后，宁阁与生俱来，且有罡风引路，为他扫平障碍，轻易扶摇直上。只怕祸延后宫，绝不能让这妖孽灾星去伤及皇帝。皇太后，请放心，此灾星遇弱则强，遇强则弱。皇上乃95之尊，不足为虑。但老幼病弱者，为灾星所克，轻则诸事不顺，重则突发病患，危及性命啊！后宫老幼众多啊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楚服，你若能消灾解惑，哀家必定重重赏你。皇太后赏识器重，小女子必定竭尽所能，报效洪恩。我在这儿呢。你怎么这么坏呀？再坏也比不上你的障眼法厉害。跟你的周全妙计相比，算是不相伯仲吧。那些太医怕伤了凤体，不敢下重药，全都是一些无胆的笨驴。说到底是你高明，先来猛药治病，让皇太后龙精虎猛。紧接再来一招治心之术，说田汾入了仙道，皇太后心结极解，几乎不药而愈了。这个田汾用计不用人，妒能忌才，死不足惜。如今胡诌他入仙道，算是便宜他了。不过也是因为他的可恶，我们反而有机会找到皇后和窦太主做靠山，让我们在皇宫大展拳脚。接下来，你就让窦太主献出他的长门远，去讨好皇上。先稳住皇后的地位，再除掉那个魏夫人，将卫子夫弄得生不如死。你让皇后高兴高兴，之后再让他们永不超生。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我要天天抱着你的仙腰，就快活似神仙了。看，圆圆回来了，小心啊！我也要小心啊，公主！来，快到祖母这儿来。哎呀，这小东西，来，吃一个。
乖。翠儿，带小公主去梳洗一下，让他们休息休息。诺，乖，乖。爸爸。3位小公主住在长信殿，更加活泼开朗，母后的气色也更加好了。是啊，长信殿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。如果公主在就好了，女儿在身边，母后肯定更开心。最近公主甚少进宫，不知道平阳侯怎么样了？哀家刚刚病好，平阳侯就病倒了，他也要忙着照顾呢。听说平阳侯不知道染了什么痢症，全身恶疮，真是痛苦啊！真的被楚服说中了。要不是灾星逼人，怎么会连在宫外的平阳侯也遭殃了呢？他出身平阳府，而且与公主又亲近。本来说他是灾星，我也不相信。可是现在我不能不信了。唉，母后，他来了。皇太后万安，皇后金安。免了。玉兰节将至，臣妾做了一些香包，献给皇太后沐浴之用。玉兰节，不就是要除瘟避毒吗？这瘟毒的确要避。哀家累了，你走吧。那臣妾不打扰了。小公主在长信殿住了多日，想必给皇太后添了不少烦扰，也让……烦扰哀家的是另有其人。那臣妾今日将小公主接回兰陵殿，以免妨碍皇太后休息。公主们玩累了，正在寝宫睡觉，不要吵醒她们。那臣妾明日再来接他们回去。我明日要带他们去百花林赏花。那臣妾后日来接他们回去。以后你就不用来接他们了，就让他们留在长信殿，哀家亲自照顾。皇太后，是臣妾做错了什么吗？没有什么事，你也不用再来东宫，也不必过来请安了。臣妾是否做错了什么，惹皇太后生气了？臣妾如果有错，任由皇太后责罚，绝无怨言。请皇太后收回成命，准许臣妾接女儿回去吧。你没有错，错在哀家当初准你留在宫中，让你侍奉皇帝。如今虽不能阻止皇帝与你亲近，但绝不能再让你亲近我的皇孙。皇太后何故要拆散我们母女？放肆！你竟敢这么跟哀家说话！魏夫人，别再惹母后生气了，你还是先回兰陵殿吧。臣妾愚昧，臣妾与3个女儿乃骨肉至亲，生死相连，岂能无故相分？请皇太后明示其中缘由，否则臣妾难以踏出长信殿。哪轮得到你说走与不走？哀家不只能把你赶出长信殿，还能把你赶出皇宫。皇太后想要赶臣妾出宫，易如反掌，但凡事离不开天理人伦。母亲养儿育儿乃天理，女儿孝母敬母是人伦。如今皇太后要我们母女骨肉分离，断我为母之职，绝我女儿尽孝之分，违天理，反人伦，情理何在？妹妹，你又忘记后宫的规矩了，你怎么能这样顶撞母后？哀家是皇太后，哀家说的就是情理。你多番目无长辈，女儿留在你身边，只会沾染你的恶习，失礼失教，这就是理。更何况，你是灾星，冲克尊长幼女。为了确保龙毅的安全，哀家不会让你带走公主，这就是情。
你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就给哀家回去。皇太后，灾星之说纯属无稽之谈，怎能以虚晃之说盖过天理正道？母后息怒，要不我们去请皇上定夺，免得魏夫人觉得母后以长欺小，以尊压卑，强夺骨肉。哼！陛下，外敌侵扰边疆、杀人抢粮之事实在紧急。薛丞相大农令已在宣使恭候陛下，商议对策多时。朕都知道了。你们先议出几个策略，确保西部边关百姓安全。还有那些被外族侵占的木耕土地如何征回？再向朕呈上吧。臣遵旨。朕稍后就到。诺。参见母后。参见陛下。反正3个公主，哀家一定要留在长信殿。臣妾实不敢再添陛下烦忧，可是母亲养育孩儿天经地义，求陛下恳请皇太后让臣妾将孩子带回去。陛下家事国事皆忙，臣妾愿为陛下分忧出个主意。皇后请说。弄孙为乐是为人祖母的福气，可是10月怀胎，血浓于水，又怎能分离呢？我明白，魏夫人不舍骨肉，也是爱女深切。不过现在陷入两难境地，大家也都是为了3位公主好。臣妾斗胆做一个提议，就请母后让魏夫人领回魏长公主和2公主，小公主则暂留长信殿。 3个都是哀家的孙儿，哀家都要护着，不能被这灾星所害。所谓灾星之说，纯属无稽之谈，求陛下明察。妹妹，难道你想把转弯的余地都堵死吗？假若2位公主在魏夫人身边健康无恙，母后就不必再管灾星之说，到时小公主就可以回兰陵殿。陛下以为如何？好。陛下，3位公主一直在臣妾看护下健康成长，即使患病，都只是偶然风寒，全都是小病。所谓灾星不祥之说，祸延女儿，全无凭据。小公主年幼，却被迫与母亲分开，他们一定会惊惶不安的。 我的好妹妹啊，母后与小公主祖孙情深，你不必多虑，就让小公主陪伴祖母，让母后宫中多添点欢乐，也替皇上尽孝心啊。就依皇后所言，长公主与2公主由魏夫人带回，小公主就辛劳母后代为照顾。陛下，朕意已决。 你不是常说要给朕一个和乐之家吗？那就依皇后所言，让朕一家和睦。国事已经烦扰不堪，不想再为这仕途添烦恼。你也当是替朕分忧好了。好了，哀家累了，要先回宫休息。 白民，小的在。哀家宣誓。诺。